巴蒂连环爆炸震动伊朗，哈梅内伊突然现身。俄乌战争第1439天，多线拉锯，前线僵持，俄罗斯正在被慢慢拖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就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关键节点，伊朗国内突然出现异常动静。当地时间1月3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至少另外7座城市先后传出剧烈爆炸或巨响。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首次公开露面。这一系列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根据 Nextday 新闻报道，最早传出爆炸的是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港口多个区域升起黑烟，迅速在城市上空扩散，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业事故那么简单。更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发生的同时，社交媒体上突然流传出一条重磅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雷扎坦西里少将遭到暗杀身亡。尽管伊朗官方随后迅速否认了这一说法，但消息出现的时间点几乎与爆炸完全重合，这种高度同步的信息扩散本身就极不寻常，更像是一种通过制造混乱、放大不确定性的认知战操作。紧接着，德黑兰本身也传出爆炸声。此外，库姆、卡拉季、帕兰德等多座城市陆续出现巨响。据不完全统计，伊朗至少有8个地点在同一时间段内出现异常声响或爆炸。这种多点同时分散的特征很难用单一事故来解释，更像是一种试探性的、低烈度但高度精准的行动。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已经动手？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特朗普既没有承认美军已经发动攻击，也没有公开否认，这种模糊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战略选择。如果是美军正式出手，通常会伴随着明确的政治信号和军事声明，而现在这种谁都没说清楚的状态，反而更符合预指以下行动的特征，也就是在不直接引发战争的前提下，对伊朗持续施压。正因如此，外界普遍将目光投向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这种行动方式更符合情报系统主导、可否认性极降的打击模式。再来看美国盟友的反应。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表态，支持特朗普对德黑兰采取强硬立场，并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定义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斯塔默此前曾强调英国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打击，但英军已经向卡达基地派遣了台风战机群，名义上是协助中东盟友拦截可能来自伊朗的攻击。这意味着英国在军事层面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以色列方面目前尚未公开表态，但在任何美伊冲突的情境下，以色列都不太可能置身事外。一旦美军真的发动军事打击，以军几乎必然会提供情报、技术或防空层面的协助，甚至可能是最早掌握行动情报的一方。就在这一连串爆炸和紧张信号之中，另一个关键画面出现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公开露面，这是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他的首次现身。他出现在霍梅尼陵墓参加10天庆典活动，而在此之前，外界一度盛传哈梅内伊已经转移至地下掩体，以防突发打击。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间点选择公开露面，本身就带有极降的政治意味。这是一种典型的稳定信号释放，既是向国内展示伊朗高层依然完整，局势仍在掌控之中，也是向外界传递信息，伊朗并未因外部压力而退缩。与此同时，伊朗军方近期频繁发布多段 AI 制作的视频，声称具备摧毁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航母战斗群的能力。但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类视频更多属于心理威慑和舆论动员，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更关键的是，这些展示并没有改变美军持续向中东地区调遣兵力的趋势。从航母打击群到战略运输机，美军的部署动作仍在稳步推进。美国和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战争边缘，白宫更是已经取消了伊朗官员的入境和居留权。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发布通告，
正式取消伊朗高级官员及其家属的入境与居留权。这意味着相关人员今后将无法再通过美国的移民体系进入或长期停留在美国。白宫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此举是对德黑兰此前惩处国内抗议者行为的回应。美方强调，这些伊朗官员及其家属不能再从美国的移民和居留制度中获益。从官方表述来看，这是一次价值立场鲜明的政治行动。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项决定本身也透露出一个非常现实的信息，那就是在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伊朗高级官员长期与美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生活联系。否则，取消入境和居留权本身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部分伊朗体制内人士长期将政治立场与个人生活进行了切割，一边在国内参与强硬对美叙事，另一边却将家庭、资产甚至未来生活安放在美国或西方体系之内。而如今，美国显然不再接受这种精神上的双重状态。白宫的这一动作等于是在明确表态，在美伊走向正面冲突的当下，不可能在一边对抗美国，一边又继续享受美国制度带来的安全与便利。从时机上看，这项决定也并非偶然。当前，美伊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对峙持续升温，美军不断向该地区集结力量，伊朗方面也在强化威慑姿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正在同步收紧政治、外交和制度层面的所有空间。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移民或签证政策，而是冲突升级过程中一个典型的非军事打击手段。它的目标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直接指向伊朗权力结构内部的利益群体。近日，美国空军完成了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航空资产调动，其规模已经明显超出了例行部署的范畴。这次调动并非单一机型轮换，而是一次涵盖加油、电子战、隐形打击、战略运输、指挥控制与核监测在内的系统性集结，释放出的信号显然并不寻常。从公开信息来看，美军此次出动的空中力量包括4架飞马空中加油机、6架咆哮者电子战机、6架 F-35A 隐形战斗机、9架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2架战场空中数字通信节点机、1架突击队员、2特种作战指挥机、2架战争之王搜救机，以及1架横长凤凰核暴雨核辐射监测机，同时还伴随若干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单看这份清单就可以确认，这不是展示存在感，而是一套面向高烈度实战环境的完整作战配置。在所有出动机型中，最引发外界关注的正是外界俗称不死凤凰的核爆与核辐射监测机。这也引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伊朗是否已经拥有核弹？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伊朗已经具备实战核武器能力，但美军的作战逻辑从来不是确认之后再行动，而是围绕最坏情况提前部署。尤其是在伊朗持续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背景下，是否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更高层级的和相关技术，外界很难给出绝对否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核武器的门槛早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遥不可及。因此，美军出动核监测平台，并不等同于认定伊朗已经拥核，而是确保一旦出现任何核相关异常，无论是试验、事故还是非常规释放，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数据并迅速做出反应。与此同时，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关闭民用应答器，进入幽灵模式，这通常只出现在美军默认自身已处于潜在敌对火力覆盖区的高危作战环境中。再叠加此前已经部署到位的战斗机联队、运输机编组以及以色列空军的协同力量，目前美以在伊朗周边集结的军事力量已经具备对任何一个中等国家实施毁灭性打击的能力。这种打击并不仅限于常规意义上的硬摧毁，还包括电子战、通信压制与系统瘫痪等软杀伤手段，目标并非单纯摧毁设施，而是彻底剥夺对方的作战能力。市场已经率先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布伦特原油价格明显上涨，单日涨幅一度达到 5%， 创下2024年8月以来的最大波动。资本市场一向对战争风险高度敏感，这表明投资者已经开始为潜在冲突定价。与此同时，多家国际媒体披露，
各国正加速从伊朗撤离本国人员，并力争在周末之前完成集中撤离，这通常被视为战争风险进入实质阶段的典型信号。美国媒体 Complex 还报道称，以色列和沙特的高级官员已紧急飞往华盛顿。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局长宾德将军在与 CIA 高层会晤时，带去了关于伊朗境内所有重要与潜在目标的系统性情报评估。在中东情报领域，几乎没有哪个机构比摩萨德更具权威性。12日战争中，摩萨德将伊朗高级官员家中浴室和卧室的位置都掌握得清清楚楚，精准斩首，弹无虚发。当前继续在公开层面声援伊朗的国家仅剩俄罗斯，双方还敲定将在下周于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举行一次小规模联合海上演习，但这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而非实质性的军事对冲。从纯军事角度来看，美军当前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的传统空军或海军力量，而是其可能采取的非对称作战手段，例如利用无人机、无人艇和导弹实施低成本、高频率的蜂群式攻击。理论上，这类淹没式攻击确实可能在短时间内让雷达与防空系统承压，甚至出现过载。类似情况在俄乌战争中并不罕见。但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真正重创一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美军曾以一艘8.4万吨级的退役小鹰号航母进行极端测试，在完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情况下，使用反舰导弹、鱼雷和精确制导炸弹，从空中、海上和陆地持续攻击，整整25天才将其击沉。而现实中的林肯号不仅吨位更大，还拥有完整的防空、反导、电子战与护航体系。在美军电磁压制与反辐射打击持续展开的情况下，伊朗的武器发射、通信和导航系统很可能在数天内就会被系统性削弱，甚至完全瘫痪。现代战争中，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能够脱离信息、数据和导航独立作战。一旦这些基础能力被剥离，数量优势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综合来看，美军现在面临的并不是是否具备战争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战争规模与节奏。真正的不确定性不在于美军能不能打，而在于伊朗是否会选择迈出那一步，而一旦越线，局势将很难再回到谈判桌上。2月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39天，前线整体态势依旧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俄军持续施压，但推进缓慢且代价高昂，而乌军则以防御、反击与拒止作战为主，尽量消耗对手的进攻能力。在苏梅方向，俄军仍在苏梅北部持续推进，集结规模正在逐月扩大。从奥列克西夫卡、亚布卢尼夫卡、尤纳基夫卡到米罗皮利亚，俄军多点向前施压，但进展依旧有限，推进速度缓慢，伤亡代价明显偏高。这一方向更像是长期消耗战，而非突破战。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战术进展，但同样付出了不成比例的损失。整体来看，这一方向仍未形成可以撼动战线的突破口。真正的焦点依旧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北部、罗登斯克和格里申一线持续推进，但乌军并未被动防守，而是从东南和东北2个方向同时发起反攻。这类反攻并非为了夺回大面积领土，而是典型的拒止作战，目的在于拖慢俄军节奏，消耗其兵力，对整体战局的影响有限，但对局部战场极为关键。乌军第7军成功击退俄军对格里申的进攻，而俄军则在米尔诺赫拉德方向取得一定进展，并沿义50公路推进。不过，罗金斯克方向的乌军仍牢牢控制着通往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的北大门，以及至关重要的 T-0515公路。这条交通线既是乌军的生命线，也是未来可能撤退时的关键通道。一旦失守，乌军在撤退过程中极可能遭到俄军炮火追杀，重演乌赫勒达尔式的悲剧。目前，波克罗夫斯克市内爆发大规模战斗的迹象愈发明显。大量俄军正向市区集结，轻型装甲部队已进入城内，并建立前沿指挥所。但坚守在铁路以北的乌军没有任何后撤迹象，战场态势也决定了
乌军必然会持续增兵，与俄军形成高强度对峙。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方向，乌军第110旅在 X 平台官方账号明确辟谣，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占领兹拉霍达镇的说法并不属实，该镇目前仍在乌军控制之下。扎波罗热方向，俄军继续向胡利亚波列推进，但乌军持续打击俄军后方。俄军试图通过管道实施渗透突袭，却被乌军第225突击团清理。俄军在扎波罗热西部的推进同样遭到有效遏制。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俄军虽有进展，但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装甲运兵车、越野车以及自行火炮，给俄军造成不小损失。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持续进行渗透作战，但损失不断增加，乌军依旧稳固控制城市。昨日，俄第6集团军、第3摩步师等部队从库皮扬斯克东面和北面发起多点进攻，但这类行动更偏向防守反击，核心目标是稳固战线，阻止乌军向斯瓦托方向推进。在赫尔松、斯拉维扬斯克、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和博洛瓦等方向，俄军进攻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乌军第24旅在与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短暂交火后，收复了一小块狭长地区。与此同时，活跃在俄罗斯境内的阿特什 H 游击组织已在俄本土建立多个分支，持续协助乌军对侵略者实施打击。不过，战争的残酷也在持续上演。昨日，俄军无人机在扎波罗热方向袭击了一辆乌军战地救护车，来自波尔塔瓦年仅30岁的女医护人员奥列克桑德拉·利斯库诺娃不幸遇难。波克罗夫斯克战场还出现了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1月31日，一支3人的俄军渗透小组面对乌军履带式无人作战机器人 Droid TW 7.62，高举双手集体投降。在7.62毫米机枪的威慑下，他们脱下防弹衣，摘掉头盔，按无人系统指令双手抱头，走向乌军阵地。这或许是现代战争形态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远程打击方面，乌总参确认，1月30日至31日夜间，乌军在俄占卢甘斯克地区卡米扬卡附近摧毁了一套 TOM-1 防空导弹系统，并打击了俄占扎波罗热州里夫诺皮利亚的无人机指挥所以及沃斯克列森卡的一处后勤仓库。2月1日，俄罗斯发射90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军击落其中76架，9个地点记录到撞击。同日，乌克兰则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射近110架无人机，多地发生爆炸，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H 还对赫尔松州的俄军通信系统发动袭击，削弱其电子战能力。战场之外，经济与制裁战线的变化同样关键。1月31日，多家媒体披露，欧盟正考虑以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海上运输，取代现有的价格上限机制，并可能将其纳入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计划于2026年2月24日批准实施。一旦通过，欧洲公司将被禁止为俄罗斯石油提供保险和运输服务，无论价格高低。与此同时，自2月1日起，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被下调至每桶44.10美元，而乌拉尔原油的实际市场价格约为36美元，出口至印度的折扣价甚至只有25美元左右。扣除运输和保险成本后，俄罗斯石油几乎已经无利可图。如果欧盟实施全面禁运，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一旦进入欧洲水域，极可能面临扣押风险。多项数据显示，2026年俄罗斯能源收入或仅占预算总收入的22%，远低于战前40%至50%的水平。与此同时，约40%的俄罗斯预算已被用于安全和国防，储备基金缩水至约420亿欧元，可能在1年内耗尽。印度已宣布削减28%的俄罗斯石油采购量，目前仍有约1.4亿桶俄罗斯原油滞留海上，难以出售。或许真正能改变战争走向的，不是前线的哪一次推进或反攻，而是当资金彻底枯竭之后，战争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